世界上最险峻的20个建筑第2期武当龙头乡，竟只排第8，第1名直接给我吓尿。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中，有些人选择在极限的环境中居住，命悬一线般的山崖边，呼之欲出的火山旁，让大多数旁观者啧舌，也引发我们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度思考。尽管他们处于安全的边缘，但这样的生活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意义。我已经为大家搜集整理了这些位列全球的危险建筑排行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最危险的建筑第20名，苍岩山悬空寺。两山中间有桥很正常，但是再加个寺庙，你见过吗？这个奇特的建筑位于河北省景行县苍岩山风景区，是中国3大悬空寺之一，距离石家庄市约80公里。桥楼殿是福庆寺的主体建筑之一，同时也被誉为苍岩山3绝之一。福庆寺始建于西晋，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。相传，隋炀帝之女南阳公主曾在此削发为尼。同时，苍岩山也是多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，如《卧虎藏龙》《西游记》《花木兰》《大国一》《破袭战》《木乃伊3》等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9名，河北邯郸女娲宫殿。提起女娲，我相信只要是会说中文的，就没有不知道的。而这里就是被誉为华夏祖庙，是全国5大祭祖圣地之一，是神话传说中女娲是炼石补天、团土造人的地方。它始建于北齐时期，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。同时，在宫殿旁边的北齐摩崖刻经群是娲皇古迹精髓，共有6部，刻经面积165平方米，分5处刻于崖壁之上，共刻经文13.7万字，是我国现有摩崖刻经中时代最早、字数最多的一处。但这陡峭的坡度也让前去祭拜的人增加了难度，但毕竟心诚则灵，只要有诚心，这点困难定会克服的。这里再科普一下，每年农历3月初1至3月18是女娲的生日哦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8名，清凉洞，坐落于关岭县断桥镇木城河下游河畔。其山势雄奇险峻，崖壁陡峭如削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孟获才将此地作为存放粮仓之地，因此也被称为孟获屯。相传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曾在这里发生。在1207年，这个地方被改建为寺庙，名为清凉禅院。直到现在，这个荒僻之地却住着一位奇特的女子。据说，她已经在此隐居了13年。隐居期间，几乎无人问津，食物基本上也只能靠自己种一些土豆、蔬菜之类的。我不禁感到好奇，要在此地践行自己的信仰，独自一人，这得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啊！后来我得知，原来是因为这个禅院需要有人看守，于是这位师太就这样独自守了13年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7名，普帕奥林斯克寺。这个寺庙坐落在缅甸曼德勒地区的波帕山上，同时也是修道院内的一部分。这个寺庙复合体建在一个高达225米的火山色之上。火山色是一种特殊的地貌现象，它在火山活动过程中产生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因为熔岩、火山灰等物质的堆积封闭了火山口。然而，这个地方的危险也相当大，火山色可能随时都会崩塌，而且由于火山的压力无法得到释放，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，火山就可能会爆发，
所以住在这个地方，随时可能会去见上帝或者佛祖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6名，贵州银佛寺。这座修在荒无人烟，并且立处绝壁上的房子位于贵州。这房子是一座寺庙，里面竟然有一位老人在此地守护了整整30年。到寺庙是没有车可以通过的，只能步行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，一个不小心都可能坠落。并且这个地方是不通电的，如果你在没电的地方能住30年吗？不禁佩服老人的信念和坚守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5名，利希滕施泰因城堡。这座城堡酷似影视剧中吸血鬼的居所，于1840至1842年建造。它巍峨矗立在250米的岩石上，四周被深深的山谷环绕。任何微小的岩石滑动，或是天气状况的改变，都有可能对城堡构成威胁。城堡的很多部分都已经饱经岁月的磨砺，尽管我们看来它仿佛崭新一样，但它的结构却可能已经出现裂痕，有些地方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危险。然而，这是一座私人城堡，我不知道会有谁喜欢每天面临深渊的生活呢？最危险的建筑第14名，悬崖上的房子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一直单身到老，那会是怎样的体验呢？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，才选择在这座孤峰上建造他的家。据说房主现在已经73岁了，他在这里度过了长达30年的生活。你能想象出他年轻时所经历的一切吗？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在这座孤独的山峰上独自生活？不过无论原因为何，能在如此高的位置上建造这座房子，确实需要巨大的毅力。而现在他因为年岁已高，行走在山上不再方便，所以决定搬回村里居住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3名，麦泰奥拉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修道士们似乎喜欢生活在更高的地方，那里的氧气含量更加稀薄，并且稍有不慎可能就粉身碎骨。当然，那里的景色可能非常壮观。麦泰奥拉修道院就坐落在希腊砂岩山峰的最顶部的边缘，只有60名修道士和修女生活在修道院中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个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座孤独的堡垒，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宁静和安宁，同时也保护他们免受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和侵犯者的威胁。因为如果你想来这里，你最好准备好攀登，否则你可能得长翅膀才行了。尽管位处危险的地理位置，但该修道院依然是该国最受游客欢迎的地方之一，特别是其广阔的田野景色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2名，虎穴寺。我有时无法理解为何众多大师偏好在如此惊险的地方修行，或许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更接近佛祖吧。这座位于不丹帕罗的寺庙，海拔高达3120米，脚下便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，恰如站在天堂与地狱的交界。虎穴寺的名字并非意味着寺内真的有老虎，而是源于一个传说。据说有一位大师曾骑着一只母老虎在此地进行冥想，并得到了开悟，因此得名。这座寺庙也荣列世界10大寺庙之一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1名，圣泉寺。大多数人在提到山西时，可能会立刻想到
著名的衡山悬空寺。然而，眼前这座同样位于山西的寺庙，实际上比悬空寺更加险峻。如果你没有准备足够的尿不湿，可能会在那儿感到相当尴尬。据说，圣泉寺的名字源自其谷中的一道泉水，这股泉水源源不断，用之不竭，被人们称之为圣泉。它是广陵古代8大景观之一的圣泉松峰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0名，富丽特堡，是一个坐落在悬崖边缘的小巧而古色的小镇。如果你在这里居住，我真的不建议你喝太多酒，不然你可能随时会步入那100米多高的深渊。然而，尽管地理位置令人生畏，这个小镇已经有1000年历史了。而且，这个地方不仅建在悬崖边缘，而且还是火山地带，这100%就是走在刀刃上跳芭蕾。虽然这个小镇的位置比较魔幻，但同时也别忘了，生活就如悬崖边缘的火山，充满了未知与挑战，让人惊心动魄。然而也饱含了惊喜与美景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的生活才有了乐趣，不是吗？最危险的建筑第9名，灵岩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这个寺庙烧香，虽然它已经经历了700年的历史，但如果你有恐高症，我想你最好旁边带个人一起，不然晕倒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悬崖，可就要开席了。这座山名为插旗山，据说是吴三桂大军曾在此山顶插旗，以壮军威，故因此得名。插旗山位于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旧城镇永城村和怀平村交界处，巍峨绵亘，峰峦叠翠，悬岩壁立，主峰海拔1320米。想必敢去这里上香的人，基本是没有不诚心的吧。最危险的建筑第8名，武当山龙头香。你可能会颇感好奇，香炉为何会被安放在房子外边的岩壁上？其实，这个答案可以在几百年前的朝圣者们身上找到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揭示了原因。那时，流传着一种只要能蒙上双眼，走上悬于岩壁外，长约2米，只能容纳1人通过的龙形石雕，将香火插入龙头上的小香炉内的动作，被人们称之为烧龙头香。这种充满危险性的行为曾导致无数人坠崖而亡。因此，在公元1673年时，川湖部院总督下了禁令，不再允许烧龙头香。他的亲生母亲就是在这个香火仪式中不慎坠崖身亡的。因此，现在的朝圣者们主要会在大殿内进行上香。所以，冒险的精神并不是只有老外才有，我们国人的勇于冒险的精神丝毫不比他们逊色。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？最危险的建筑第7名，五峰岭无名房子。当我看到这个房子时，心中涌起一丝疑惑。我想对房主说，请问道友，你在这里建造房子是为了等雷劫的降临，还是觉得位置高一点，雷劫更刺激一点呢？不过言归正传，这里其实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而且的确是有人居住过的。我无法想象为何要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建造房子，而且占地面积还不到5平米，甚至可能在深夜起来上厕所时都有掉入几百米深渊的风险。我开始切实地相信，金庸先生在书中描述的清宫或许在古代真的存在。
最危险的建筑第6名，老君山。峰峦雄伟映朝晖，老君山上赏风归。道济天地人敬仰，自然之宝永流传。用来形容老君山再合适不过。老君山原名景士山，是秦岭余脉800里伏牛山的主峰，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，其海拔2217米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人文历史，是道教中历史最长的山脉。在春秋时期，老子李耳曾到此归隐修炼。但如果你想在这里修炼，那最好老实的修炼，别瞎跑，不然这几百米的山峰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不过，为什么这些大师都喜欢在高处修炼呢？难道不觉得氧气稀薄吗？最危险的建筑第5名，望仙谷。如果之前我们提到的都只是个别的悬空寺庙或建筑，那么望仙谷便是另一番景象。整个山谷中的房子宛如悬浮在空中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。这些悬空的房子都是可以供人居住的民宿，但如果你有意入住，便需要考虑2个问题：一是安全性，2是费用。因为据说1晚的住宿费用在3000至1万元之间。然而，如果你想体验一下仙气弥漫的感觉，那么这里或许是值得考虑的地点。尽管这个景区仍在开发中，你看到的可能是工地，但是纯粹出于探索和猎奇的角度，一睹这些悬空建筑的风采，的确是一次值得的经历。最危险的建筑第4名，仁怀悬空寺。这座悬空寺庙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内。寺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。主殿位于100米高的悬崖上，寺庙内的所有构件都是手工制作，使用的材料包括原始的木材、竹子以及石头等。建造过程中，工人们不仅需要面对陡峭的山崖和恶劣的气候环境，更要解决寺庙如何能够平衡且稳定地悬挂在悬崖边缘的技术难题。寺庙唯一的平衡支持，便是2根位于主殿内部和外墙之间的木棍。然而，正是这样简单的结构设计，使得寺庙屹立不倒，已有1000年之久。从中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极高智慧。最危险的建筑第3名，贵州印江县岑涂寺。你能想象得到600年前在如此高耸且孤立的山峰顶上修建寺庙的艰巨性吗？在那个时代，基本没有什么保护措施，如果没有壮胆酒，真的就无人有勇气去做这项建筑工作。据说这座寺庙早在洪武年间就存在，当时它的规模其实很大。然而在随后的战乱中，寺庙遭到土匪的破坏和焚烧，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些直冲云霄的寺庙遗址。它用寂静的存在，诉说着过往的历史底蕴和当年繁盛的香火。最危险的建筑第2名，火山旁的房子。夏威夷普纳地区岛上有一座非常活跃的火山，从1983年到2018年，它一直乐此不疲地拥抱当地居民。在此段时间内，熔岩流覆盖了该地区10%的土地表面，毁灭了190座建筑和房屋。你可能会认为这会让人们不愿意搬到这个区域，但普纳地区超低的房价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，那里充满了要钱不要命的主。虽然这里的房子便宜，但是他们
却不得不经常面对重建房屋的问题，并且最麻烦的是，这里的一切物品，比如汽车、房产等资产，保险公司几乎不会参保。但即便如此，依然每年有不少不要命的主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。最危险的建筑第1名，秘鲁空中宾馆，终于来到了。本期振奋人心的第1名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椭圆形的东西是宾馆，你敢信吗？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如果你想入住，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走上去的路。想要入住，你只能攀爬上去，你得克服恐高，然后花费至少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爬上500米高的悬崖峭壁，然后在完全透明的房间内衣食起居。居住期间，你最好别往下看，不然最好祈祷你的尿不湿带的足够多。然而，这样用生命去居住的酒店，价格也不菲，需要整整300美元。当然，这个价格能让你欣赏的秘鲁的美景和酒店专门提供的早餐，还有世界独有的空中洗浴。想想在完全透明的500米高空吃东西和洗澡，也是别有一番风情。然后第2天，你还可以像拍电影一样吊着滑索下山。如果你喜欢追求极限，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看完这20个建筑，你觉得哪一个最让你觉得危险，或者说哪一个是你最想去体验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惊世骇俗的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关注支持阿军，这样你也可以收到第3期视频的更新。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。